大家好，我是老莫。注意了，蒸馒头問題总是特別多，每次都解決不了。這個視頻跟大家從和面到蒸製整個過程詳細分享一下做饅頭的製作技巧。咱們重點說一下和面，因為很多朋友的問題大部分出在和面的地方。首先面粉咱們就不用說了，就用中筋粉就 OK。第二條重點是關於酵母，因為酵母呢它不同的季節它需要的量不一樣，比如說夏天咱們可以少放一點，每斤放個2-3克都 OK。如果冬天咱們放2-3克，發酵的過程就變得很漫長，所以咱們要提高一些。準確來說，酵母多少要根據溫度高低來決定，並不是咱們隨心所欲的去操作就可以的。第二個關鍵點是水，因為很多朋友控制不好水量，有時候稀，有時候硬，面团稀了更容易发，所以比較容易发过。面团和得偏硬，咱們做出來上面容易起層，而且還容易起泡乾裂。綜合這些情況，咱們得出來的結果就是時好時壞。所以咱們做饅頭不要太隨心所欲，有些地方一定要注意好，這樣才能解決一些不必要的問題出現。說直白一點，如果說咱們隨意操作，反正就是忽悠自己，結果也是自己把自己忽悠了。第三個和面的關鍵點就是咱們把水加完之後，發現這個面怎麼揉不到一塊兒，就是乾的特別多，這就充分體現了面粉的種類不同，它的吸水性不同。但是這個量呢不多，咱們加水的時候千萬不要往裡倒，就直接往裡灑水就可以了，稍微打濕一下咱們再繼續揉，這樣分次去弄，這樣咱們做好的面團才能更加合適，咱們做出來的饅頭呢它也不容易走形，效果也會特別好。如果說咱們直接加水进去，很難控制它的量，所以也就陷入了那種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這樣的一個惡性循環，那就不好了。突然想起還有一條要提醒大家，咱們這個水溫呢一般針對的是冬天，就是氣溫比較低的時候，咱們才會選擇水溫。咱們平常就使用常溫水，就是直接自來水都 OK。到這裡，如果前面有什麼不懂或者是不太清楚的地方，可以在這裡留言。最後要說的是關於和面結尾這一部分，因為結尾這一部分，假如說咱們在揉面的時候，裡面夾雜過多的乾粉塊，咱們蒸好的饅頭裡面會有白點，所以咱們把面揉成團之後，一定要稍微停頓一下，這樣就會更好揉。就揉成咱們畫面中這樣，咱們直接把它放一會兒，放個5到10分鐘都可以。但是一定要用保鮮膜蓋住，防止風乾。咱們這樣操作主要是讓它的面筋放鬆，因為咱們前期揉面的時間太長，面筋過於緊張，咱們怎麼揉都會揉不光，所以咱們稍微鬆弛一下再來揉，就能很輕鬆的把它表面揉光，而且乾粉塊也特別容易揉匀。很多朋友常犯的錯誤就是拿着這塊面一直揉，揉到最後呢還是不光。只要咱們記好，稍微停頓一下再揉，揉好之後直接包起來就進行发面了。這就涉及到第二個大問題，就是關於发面。咱們正常操作一般都是1发然後2发，然而第一次发面尤為重要。如果第一次发面发得太旺，咱們在後期操作的時間就會變長，變長了之後面筋就會揉得更死，咱們发酵的時間就更長。所以建議大家第一次发面千萬不要发得太旺，发好之後就像咱們畫面中這樣輕點能夠反彈即可，這個狀態在天氣熱的時候非常好用。如果冬天咱們可以稍微发大一點，這個不要緊，但是在天氣熱的時候千萬不要发得太旺，发得太旺的話，咱們在操作的時候那邊已經发了，這一塊面呢還沒好。大家看咱們切開之後，它裡面的蜂窩呢已經開始有了，這個狀態咱們就可以來正常揉面，這樣操作能節省它一個发酵的時間差，咱們2次做好的饅頭它能保持一樣的发酵速度。與此同時，咱們要把另一塊面包好，防止它風乾，然後再揉這一塊面。揉面的時候，因為咱們发酵的不是很過，所以這個狀態呢特別好揉，咱們只需要把它表面揉得相對光滑就可以。因為咱們家裡面沒有壓面機，就揉成咱們畫面中這樣，就完全可以制作。如果特別較真的朋友，你可以繼續揉，把它揉得更緊實一些也沒有問題。但是2次发酵的時間一定要延長。咱們搓好條之後，直接就可以像這樣切出饅頭。大家可以看，咱們切好的饅頭邊呢，基本上是比較緊密的一個狀態。所以第一次发酵，如果发酵的太旺，咱們揉面的時間就要相對延長。如果发酵的剛剛好，咱們來揉面就特別輕鬆，也不會那麼累。
揉面這一步大家只需要记住，咱們揉好的面团它裡面可以带一点點蜂窩，就是很細小的蜂窩，也可以讓它很匀，但是不能孔洞過大。如果孔洞过大，咱们2次发酵特别容易发过，蒸好之后里面太空，自然就会出现回缩，包括起泡，或者是完全不发，表面凹凸不平。做好的馒头2次发酵这个过程，只要注意一点就可以了，不要让它发过，看上去有棱有角，而且不算很饱满，这时候就可以蒸。蒸馒头分为冷水蒸和热水蒸。冷水蒸呢，咱们需要注意前期用小火先把它慢慢的冒出热气，然后再改大火，这样就比较稳定。如果开水蒸呢，需要保证2次发酵比较成功，这时候开水蒸它就不容易出现问题，做好的馒头雪白蓬松，而且整个的口感都会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再次感谢您的支持和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